在我短暂又起伏的童年时光里，我很少有机会和父母一起外出旅行。我记得唯一一次家庭旅行是在我6岁那年的暑假，我和父母乘坐飞机往南飞，先去了贵州，之后去了云南和广西。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，记得我趴在飞机的舷窗上，看着机翼下方翻滚着的云雾，感到既兴奋又害怕。我问我爸，这云里面是不是藏着孙悟空了？我爸凑过来告诉我说，下面就是贵州，被这些雨雾挡住的都是青山和土地。贵州全境几乎都是山地，就好像所有的纵横崎岖都汇聚到了这个省份，完全没有平原。这些岩溶山地既是云贵高原地质活动的杰作，也是流水溶石的杰作。它们让森林更纯粹，但同时也让村寨走得更艰难。记得当年我们去了黄果树大瀑布，我那个时候的文化水平吧，纯粹也就听个响看个大，其他的倒是没留下太多的记忆。但是当我再次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不知道是因为道路的畅通，还是因为自己的成长，总觉得黄果树大瀑布好像并不如我记忆深处的那样的远大、神秘和难以接近。而在多年之后的钱柜旅途里，陪伴我独自上路的也不是父母，而是一辆魏派智能豪华 SUV 四驱版的 VV6， 以及各种手上拿的、身上带的、天上飞的影像记录设备。当然，还有一个小姐姐的声音。应急车道拍照，这边真的是违法人数较多，请小心右侧有车辆汇入，前方路段限速。而关于贵州的瀑布，我反而去了2条安静又本土的瀑布。这里就是那个灞陵河大桥了啊。然后这个灞陵河大桥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啊，但是它的那个跨度的话是要比那个北盘江大桥感觉是要宽。第一条瀑布叫做滴水潭瀑布，它在灞陵河大桥的北侧，其实离黄果树景区也只有6公里。滴水潭瀑布一共有3层，这每一层都有一个小水潭，所以你可以歪歪一下，本地人夏天的时候在这里可以嗨成什么样子。我去的时候嘛，正是枯水期，水量不大，但状若其名嘛，也好在秀美安静。
我觉得丝巾和相机可以在这里随便甩，反正人少也没有门票，你可以在那里躲避景区的人山人海。我现在已经到了那个黔西南了，应该是属于贵州最西南的一个角落里面。第二条瀑布在黄果树和滴水潭的西南方向，离省界那已经是不远了。这边真的是过完一个隧道之后，天气完全就是另外一种。刚刚还是个那种多云呢啊，感觉快要出太阳了。过了一个隧道，马上又开始起浓雾了。这场浓雾到了后面越发生猛。我后来把什么碰撞预警、并线辅助、车道居中保持等等20项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全开了，确实感觉安全和轻松了不少。但由于当天限速的原因，这170公里的路程，我还是开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新人县。不过那个时候天气又变了。我现在正在经过一个小村子，这是一个非常偏僻的这么一个小地方。瀑布刚好藏在村道的尽头，这些安静自然的村落则是躲在一个保护区的里面。毕竟名气不大，道路曲折且又地处偏僻，所以知道的人少，进村的车更少。本次导航结束，期待再会喽。应该就在这条路下面吧，那个瀑布。这里应该没有人来，应该很少人来。然后它这里是那个清水河农庄，其实来肯定也是属于本地人。如果你从上海乘坐 T382次列车前往昆明，那么过了贵州的新义站不久，就会进入一段漆黑漫长的隧道。再过一会儿，眼前就会出现一片山谷和一道裂缝。这时候低头往下看，兴许你就能看得到我说的那条瀑布了。你一定会忍不住问列车员的吧？不过他可能会跟你探讨瓜子花生矿泉水的问题。于是这1分钟转瞬即逝，而前方一个又一个的隧道，已经足以让你写下一个路上的故事。啊，当然，或者是发个朋友圈也不是不可以。马宝树瀑布其实是在马林河景区的上游，这里没有如织的游客，只有一列驶向远方的列车。于是它成为了我此行最喜欢的一条瀑布。但是我现在看不到路了。现在马宝树瀑布就在这下面，所以这个时候没有看到。其实这里是属于那个马林河的上游啊，它其实跟马林河流域其实是一起的，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旅游开发。夏天的话，这里应该垂挂了有很多条瀑布，实在是太漂亮了，真的像仙境一样。和外面的世界相比，幽暗曲折的峡谷里就像是另一个世界。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，这峡谷上方的铁路桥叫做清水河大桥，那这条河是不是叫做清水河？其实吧，这座桥的名字跟河无关，这条河真正的名字叫做马岭河。至于瀑布所在的这段峡谷嘛，因为刚好处于新人市和新日市交界的地方，两市都盘算着要去开发，所以新人市对外叫做马宝树峡谷，新日市对外叫做清水河长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这字幕到底该怎么打？既然我误打误撞从马宝树过来，那么我就暂且叫它马宝树峡谷吧。不过对我来讲，叫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里能给我的是超乎景区能给我的
一时安静。说白了吧，那天我一个人在这里包场啊。瀑布的悬崖边刚好有一个鱼塘，塘主丁大姐是个直爽又勤快的人。她和几个工人靠着马宝树的山泉水，在这里养了8年的鱼。搞了8年了，辛不辛苦嘛？啊？辛不辛苦？辛苦。啥子鱼卖的最好嘛？中华鲫最卖的最好。中华鲫卖的最好噻，中华鱼是最好吃的嘛？我们中华鲫因为水质比较好嘛，是那种卖的最好嘛。哦，中华鲫要养1年半，这个是算不算是养得比较长的了？啊，时间比较长。我今天来的太晚，打算住那里，就那栋房子，一晚上60块钱，就是没办法洗澡，他这里没有那个热水，就凑合一晚上吧，比睡车里面强。其实那天吧，住这里的只有我一个客人，所以丁大姐招呼我跟几个工友吃顿便饭。这个猪肉是自己喂，猪肉啊，为了2年的收入。2年的收入。还好还好，为了2年，是你们个人家喂的吗？虽然饭菜普通，但是这山里的味道确实是香啊，特别是这个猪肉。丁大姐最近想减肥，我在饭桌上给她普及了一些基本要领。我变了，把我知道啊，我听那个小兄弟讲了，我就吃了。那这个是洗脸买的，红的是洗脸的哈。这个是洗脚买的。哦。这农家乐是丁大姐顺便开的，而这个房子嘛是铁路局闲置的，建于90年代，所以从2楼房间走到1楼的公共厕所，有种徒步旅行的错觉，基本上属于尿完走回屋又想去尿的节奏。没得桌子的。啊。自己们说实话，我们也是。丁大姐说了，这里主要还是方便买鱼的客人临时在山里吃个鱼落个脚，其他的自然比不得山外。房间里简单素朴，属于那种北欧日系的中式极简风格。这个房间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。低奢的实木衣柜，一体化设计的水晶吊灯，还是有一盏吊灯的。再加上简单不粗暴、无遮挡的全景天窗，还好，虽然有点家徒四壁的感觉，至少这个床是很干净的。丁大姐说，山里安静，我可以一觉睡到天亮。我说这话是没毛病，这天一亮我就得醒了。勺子也忘了，这个电压好像不是很稳。记得半夜，我起身打着赤脚走到窗边，看到月光下有一辆疾驰的列车轰鸣着冲破了迷雾，向远方驶去。我在窗边恍然若梦，就像在看一场熟悉又陌生的电影。这里是万峰林，它刚好就在马宝树以南约35公里的新义市。我本来吧是不打算去什么景区的，但这个世界上有种旅行叫做来都来了，结果它却成为了我此行最喜欢的2个景区之一。林景区呢，基本上是属于到了这个新义市移调来的一个景区。据说它好像是属于中国西南地区4大喀斯特地貌之一啊。前西南处于南方喀斯特地貌的腹地，
而万峰林这个位于贵州、云南、广西3省交界的地方，倒是真的汇聚了大量的喀斯特风铃和蜂虫。虽说这名字听上去有点万箭穿心的小刺激，但其实却是一片岁月静好的山水田园和平坝谷地。谷地东侧的山腰上有条观景大道，那里有俯瞰和拍摄喀斯特蜂虫的最佳角度。不过万峰林真正打动我的，并不全是那些磅礴千里的丛林之风，而是散布在谷地之间自由开放的田野和村落。万峰林的谷地里主要有2个行政村，一共10几个村民组星罗棋布在村道和纳辉河的2侧。我觉得这里就是有很多民宿，然后有很多村庄，我觉得可能会比景区要更好。虽然吧，村落里的民宿和客栈不少，但是让我意外的是，这里却难见那种景区必备的手串古玩、迪士高、蜡染披肩小烧烤。这里没有随意载客的3轮，也没有拉人吃饭的老铁，只有田野、村落、纳辉河、小桥、古树和老大爷。我站在这个自发形成的小市集中间，觉得这里实在是很不像个景区。可能是淡季。对，我想一定是淡季的原因吧。今天天气非常棒，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景区里面，闲逛。昨天我也说了，现在我到这个地方呢，它是不要门票了，就是开车就可以进来。确实很安静啊，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安静，听到那种大自然的声音。我其实并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停留3天，好像是到了这个地方之后，疲惫才突然涌了过来。我住在上奈辉村的一个僻静角落里，房间很普通，但是地段还不错，属于那种闹中取静，走2步可以进村，退2步可以下田的地方。我住在一个像农家乐，以前农家乐的地方，农民的房子，然后他自己改的。看这里有一间，然后那边也有一间，就是小的农家乐啊，就很简单，但是还是很干净。然后这个阳台不得不说看一下，哇，因为现在也不是那个旅游的旺季啊，然后游客不多，然后客房也很便宜。下面还有一家那个咖啡馆。咖啡店里的小姐姐告诉我，眼前这一片叫做众星捧月。我表示不明觉厉呀。咖啡店恰好就在楼下，而且还是这里唯一的咖啡店。但可惜当时还不算是在正式开张，店长不知道在忙啥，老板则蹲在外面的地里刨土。你是哪里的人？福建人。你是福建人？我没上过班，就是一直是老板，不是自由职业。我自己出来玩啊，然后就看到这个地方，看这个地方不错。对，那个时候刚好是9月多，然后金黄稻田呢，很多，颜色是非常的分明，而且天气很好，气温也刚好。那个时候就其实回到了像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一样。然后从7月开始，后面慢慢黄
9月底，对，然后就收割。这个感觉很日系啊。但关键是它收割完的那一部分啊，就收割完的那一天啊，你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整个外婆林飘的都是稻香，这种人情味啊，就是这边的村落感，这边的有耕作的农民，有白天到晚上的这种就是回家耕作回家炊烟袅袅这种，日出而作，日而息。对，很符合啊，我觉得很好，然后就有想法。我们是希望说，如果一个地方足够好，或者是一个东西足够好，那你自然就可以把它留下来。对，有一种不管是东西还是感觉还是地方吧，对这些还是人一个态度。咖啡店老板对我说，他是幸运的，因为咖啡店虽然是事业上的另一个起点，但是从计划到落地，在这个安静的村落里，整个过程都还算是顺利。而对于普通村民来讲，他们的幸运则来自这里平坦的土地，因为像万丰林这样的山间平坝区域，仅占贵州省土地面积的7.5%，而谷地之外更多的地方，则是被雾气所笼罩，群山所隔阻，即便是云开雾散，却都是难以碰触。或许你会问，被这些雾气挡住的，是否都是看不见的青山和土地？其实，那里都是些想拼命走出来的山水，和别人回不去的故土，以及我接下来的旅途。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天我要轻轻地告